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盖盖头。大家都知道，住清迈的话，常住人口大多数人都是住的选择的别墅，因为相对来说别墅就比较大。然后别墅我们有分为single house 跟 townhouse，就是我们所俗称的独栋别墅跟联排别墅。相对来说，我个人比较偏向于独栋别墅，但是相比较之下，就是独栋别墅会比联排别墅价格要贵一点。但是相对联排别墅的话，它通风并没有像独栋别墅那么好，因为独栋别墅东南西北基本上都是你家，都可以有光照跟通风。但是联排别墅的话，基本上只有就是前后一个通风，因为左右两边都是墙，都是你的隔壁邻居。其实你还有另外一种选择，就是双拼。什么叫双拼？就是从英文解释就是 twin house 双胞胎，就是两栋房子并在一起的。其实它要比普通的联排别墅多一面通风墙，它的庭院面积也会比联排别墅大一些。因为相对来说，联排别墅基本上没有什么院子，就前面一个车库，然后有些后面可能还带一个小小的一条边。但是像这种 twin house 的话，它的土地面积会相对来说大一点，你可以养一些花花草草，但是也没那么多，对吧？打理起来也没那么麻烦。今天我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这个 Twin House 双拼别墅。然后从正门一进来啊，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客厅。相对来说啊，这种 Twin House 啊，或者说Townhouse 就是联排别墅，它的客厅面积不会特别大，但是这个客厅面积，是我见过的一些联排别墅里面算是偏大的了。然后，跟大家聊一下这个位置啊，这个位置其实特别好。一般来说，在清迈大家都知道，去哪都要开车，包括送孩子上学，从3-5分钟、10分钟以内的车程，其实都算是，我们所谓的学区房，就是离学校很近。但是这个房子，你只需要步行1分钟就能到达国际学校，就等于国际学校就在你家旁边。所以这是特别方便的。如果你孩子在小学，我觉得4-5年级左右吧，都可以让他自己上学了。这套房子面积是在183平米，面积不算特别大，但是它是有3房4卫，也就是说每一间房间都有独立的卫生间，所以我称之它为小而美。虽然小，但是五脏俱全。然后我们一个一个看啊，客厅过来，我们这边就是一个厨房。这个厨房哦，我要说了，我看过有些联排别墅里面是没有厨房的，厨房直接是放在外面你自己造的，因为它的面积比较小。这个算是我觉得独栋别墅里面这个厨房都算大的了。这个厨房我感觉比我们家的厨房都大。其实他说是 twin house， 但是它很多的东西都是按照single house 独栋别墅打造的。为什么我说这个面积大？你看这个厨房中间还可以放一个小中岛。比如说晚上吃个夜宵啊，你可以简单这个下个面啊，直接在这边就吃完以后直接洗掉，特别方便。从这个厨房出来，这个厨房不是个开放式厨房啊，它是有门的，所以在里面你炒菜啊什么都是没问题的。然后厨房出来这边就是一个餐厅，这个餐厅的面积其实也不小，容纳一家5口6口，我觉得再放2个儿童座椅的话，坐个7-8个人完全是没问题的。如果你不是买的样板间的话，我觉得这边完全可以放一个圆桌面。如果你家里有客人来的话，我觉得圆桌面坐个10来个人是完全没问题的。然后1楼它其实还是有一个卫生间的，但是这个卫生间，大家看到就是它是没有淋浴的，因为1楼是没有卧室，仅仅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卫生间的需求，所以就是一个台盆一个马桶。然后1楼的卫生间一出来以后，我们就去2楼。这个楼梯非常长啊，大家可以看这个楼梯间它并不暗，它的采光特别好，因为这边有一个采光的窗，然后顶上是有筒灯，这一些筒灯啊什么都是在交放标准里面。然后一上来以后，我们就直接去我的右手边。这边右手边一进来就是一个，我觉得应该是客卧吧，但它的面积不算很小啊。然后床、书桌、厨放完以后，这个空间还是很宽裕的。我觉得这边还可以放个电视柜，因为我刚才和大家说了，就是这套房子它每间房间都是有独立卫生间的，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卫生间的空间。我觉得我刚才可能有点说错了，不应该说是小而美，它其实给我的感觉并不小，对吧？就是
不管是从厨房啊，还是从卫生间，它的空间都特别宽裕。你看这边淋浴的空间，站2个人、3个人都没问题。然后这个客卧的对面应该也是个客卧。然后这个客卧整体的装修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刚才那个偏深系，都是些黑色的厨，这个就是偏浅色系。哎，我感觉这个相对来说啊，这个可能能算得上主卧了，因为那边的空间我觉得没这边大，这边比那边更宽裕。然后这间卫生间的面积其实跟刚才那间卫生间差不多，但是它的卧室面积要比刚才那间客卧要大。2间客卧看完以后，这边肯定就是主卧了。然后这边主卧一进来以后啊，明显感觉这个是主卧，就是它的空间面积要大很多。除此之外，主卧它还有一个衣帽间，这边有一个衣帽间的一个区域，然后这边有个梳妆台。主卧里面，然后主卧的这整体的卫生间装修的风格，我觉得我特别喜欢。我喜欢要不就是全白的，要不就是黑的，然后这个黑的就让人特别舒服，这个感觉。这样说起来啊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都不存在什么主卧与次卧。主卧除了就是有一个衣帽间的一个区域外，然后卧室面积稍微大一点，其他我觉得3间卧室，我觉得都可以称之为主卧。因为这套房子它整体面积不大，所以我们介绍起来就非常简单。哦，我还忘了，Twin House，它跟联排有不同的地方，就是它还是带一个小院子的，刚才我说过。然后这边就是后院的一个入口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其实后面的院子的面积也可以做一个室外厨房。其实这个后院的面积不算特别大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家庭或者说老2口住的话，这个面积你种一些小的花花草草啊，或者说挖个小鱼池啊，养点鱼啊，我觉得是完全足够了。因为它除了这个后院的面积，它还有侧面。侧边我觉得可以种一排树，然后跟隔壁邻居家可以挡开。哎，其实说到邻居家哦，这个房子还有一个好处，如果你是跟父母一起住的，然后又觉得哎，可能年轻人跟老年人生活习惯不太一样的话，完全可以分开，左右2间，就是 Twin House 2间一起买的话，它就变成一个大的 Single House， 这样加起来面积有300多平，360几平。然后这边就是一个前面的一个车库的一个位置，然后这个车库面积基本上就是停1辆车单车位的一个面积。如果大家对这套房子感兴趣的话，我会把所有的信息放在这里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，别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